请。哦，上座，请坐。啊，这个芒果布丁是我给你做的饭后甜点，你先用完餐再吃这个，正好温度刚好，对胃也好。请用餐吧。我不同意。什么就不同意啊？凡是需要你费力讨好我，想让我答应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同意。你是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？所以你怎么想喽？那就别使。勾搭总裁其实没什么，就是一个漫友见面交流会而已，你也可以去参加呀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也可以去参加，而且，不行，他要是去参加了，还有什么漫友了？都是这奇怪的总裁粉，就不是我粉丝了。见面交流会，哼，你们慢慢吃，我不饿。不对，哎，这么多饭不吃，浪费了，不是我这。你就同意了吧？一个交流会而已，丸子说就在发布会现场待一下午，而且还会有很多媒体来参与，真的不会有什么意外的。既然你自己都决定了，还来问我？我得问你啊！我不提前跟你说好了，像你这脾气，你万一去破坏现场怎么办呀？我还不了解你啊！我真的很认真的拜托你，我特别想参与这次活动，你就同意了吧？看来在出风头这件事情上，你不比你那个妹妹差。这不是出不出风头的问题。我原来喜欢漫画，是我自己真心喜欢画漫画。我很感谢你让我的漫画出版，也很感谢你让我拥有了现在这个梦幻一般的工作室。我真的很谢谢你，正是因为你帮我完成了这一切，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漫画可以影响这么多人。丸子之前给我提这个想法之前，我都没有想过。现在我倒是觉得，我特别想见他们，我想像朋友一样跟他们交流。我想问问，哎，你们喜不喜欢我塑造的男主？你们对我塑造的女主是什么看法？我特别想问问他们。这件事情让我知道，原来我的漫画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，让他们过得更立体、更丰富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你，对于丸子，对于白宇，它在盈利上可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，可是它可以让我发现自己的价值。哎，我也知道你一直觉得我的漫画呢看不下去，脑洞奇特，毫无意义。可是它是我生活中很大的意义。既然你都投资它了，你倒不如再给我一点表现的机会呗。你真的这么喜欢画漫画？唉，随便吧。那你就是同意了，你这态度就是同意了。那你答应我，这次呢你不参与，不出怪主意，让我轻轻松松自己把这个事儿完成了。这个活动呢肯定会人特别多，时间也会挺长的，你可不带翻脸的。那你对灯发誓，像这样，发个誓。幼稚。不发誓也行。那咱们握个手。谢谢你。那我去给你热菜了，你不许反悔啊。说我是偏执狂，自己比谁都固执，这么不讲理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填满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。少年支援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小心啊！靠前，靠前，靠前，一会儿就到了，这边，这边。
以呀。怎么样，像不像生活在你的漫画世界里面？你这动作够快的，想不到你还真有当主编的才华和天赋。只不过我担心我这粉丝能承担这么大场面吗？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？你是不知道，你的粉丝号召力连我都没想到，报名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人。要不是我精挑细选，这会场都坐不下。是吗？我看看。李国庆、陈翠花、季永强、吴秀英，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啊？难道我的漫画现在已经开始吸引中老年了？哎呀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有粉丝来就行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还有任务要分配给你呢。什么任务？我们呢，根据你的漫画做了一些周边，人偶啊、漫画原稿、复印稿啊、手机链、钥匙扣啊，这些可都是白羽连夜找工厂赶制的，但绝对保证做工精细、良心产品。一会儿呢，你就旁敲侧击的推销一下。你这商人模式转变的也太快了吧？那当然，近朱者赤。我现在怎么说也是攻打总裁女人身边的朋友，当然觉悟要跟上了。哎，公公呢？他竟然没跟着你啊？他又没粘在我身上，干嘛到哪儿都要跟着我呀？那他没跟着你，没找人视察呀？他不担心吗？你想问米生就直接问。米生送我来的，现在走了。怎么着？你是不是有点小失落呀？你看看你，今天还精心打扮了一下。你胡说，我哪有？我平常就这么穿。我这是天生丽质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后面安排了，你也快点过来吧，一会儿粉丝来了啊。好，帮我放到那边去，谢谢。先去休息一下吧，今天你会很忙的。谢谢你啊，白宇。要不是有你在，小丸子早就乱套了。他呀，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其实我是真心想跟你合作，帮你就等于帮我自己。如果你心里还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呢，一会儿记得帮我们周边的产品打广告就好了。没问题。走吧。早就陆陆续续的有人到了，怎么没人呢？时间错了，地址错了，名单我都是确认好回复的呀。不行，我得找人去研究一下，看看旁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交通事故，把所有路都给堵上了。孙主编。啊！外面来了好多人，我得去看看。无锡，哎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他们只是来交流的，都是冲着我漫画来的。即便我表达的稍微差了一点，也都会喜欢我的。石小念，加油！是不是到时间我该上场了？小念，人很少，没事儿，没关系的。不是很多，人很多啊，没关系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没事的。怎么了？你自己去看吧。
啊？啊，小老板，这就是您安排的发布会粉丝啊？怎么了？准时、高效、安全，还不容易暴露，有什么不好吗？不容易暴露。小老板，这事儿谁帮你安排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解决了它。这件事情我怕你们做不好，是我自己亲力亲为的。为这件事情，我还特地打电话给国内最顶尖的策划公司呢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问一个问题啊，说。如果石小姐知道这次粉丝都是您安排的，您觉得会有什么后果？不会有任何后果。她不会知道，这些来参加活动的粉丝，我都付了丰厚的酬劳，他们永远都不会说出去。那您觉得为什么石小姐突然取消这次活动？取消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女人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当初要搞这件事情的也是她，现在说走就走了，她把我公公当成什么人了？女人真是一个很奇怪的物种。是你比较奇怪，小老板。是他，一定是他干的。小念，你别生气。你确定是公公干的吗？其实也不一定啊。哎呀，好吧，确实是他干的。他在你来之前让米生安了一圈摄像头，说是为了保护大家和人身财产的安全。你也知道，我最近懒得理米生，他愿意做什么就让他做吧。谁知道他会搞成这样？早知道我应该让报名的人每一个人发一张自拍过来。失误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在这里安了一圈摄像头，而且你们都知道。其他房间都已经安装好摄像头了。好的。喂，米生，你往我们公司安装摄像头干嘛呀？哎，当然是为了保护大家人身财产安全，不然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许在我办公室里面安装摄像头。你不用告诉我，我不会在你办公室里安装摄像头。看什么呀？看你换衣服。小念，这现在很多工作环境都有摄像头，这很正常的。正常？你还认为正常？我本来以为我的梦想已经打动他了，没想到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别人。我现在就去找他理论，哪怕他把我掐死，动起来做成标本。做成标本，这个想法听起来怪怪的。你们俩要说什么就在这儿说，这是公司唯一没有摄像头的地方。哎呀，你们俩要说赶紧说，外面那么多摄像头，说不定早就被龚大总裁看到了。不想出事的话，就赶紧说速战速决。小丸子说的对，公公一会儿就来接我了，你有什么话，赶紧说吧。你跟那个公公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他这个安排看起来，这个安排是我和他之间的一点小情趣，可能外人不太好理解。哦，你如果没什么想问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事问你。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好问的，我也不是很了解你。关于你的事儿，我也都是从小迪那儿听来的。你很在乎她的感受。她是我妹妹，
那我就明说了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个不情之请。什么？我给小迪租下那间办公室，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愿望。我想给他找一个可以安静画画，又可以看到落日的西光小屋。你真的很喜欢这儿吗？当然了，我觉得这里美得像一幅画。这里的夕阳很美，如果每一天都可以在这么美的夕阳里画画，那我这辈子就太幸福了。等我再长大一点，我要在这里造一座能看夕阳的小屋，让你在里面画画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可以给这个小屋取一个名字吗？当然可以了。那它就叫夕光小屋。谢谢你，千初，也谢谢你的夕光小屋。穆先生，你说的这个星光小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有任何问题，也不该来找我解决。我不相信跟你没关系。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，你那么在乎你的家人，那现在我也多半算是你半个妹夫，是不是应该听我把话说完？你说吧。我想请你搬出那栋小洋楼，我可以给你双倍的补偿和更好的工作环境。他凭什么要给师弟让位置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听说宫欧为石小姐收购了这间出版社，专门发行她的漫画。宫总的公司那么大，当然可以投资其他的事业了。况且，他又不是平白无故的投资这个出版社的。我们家小念不仅有才华，而且有能力，所以才会被看中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如果给你们带来了困扰，我很抱歉。我现在总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对于控制别人、威胁别人、让别人受制于你特别有癖好。我原来不觉得，我以为你会改，我现在才看出来了，你是变本加厉，越来越严重了。你特别喜欢让别人受制于你，然后被你玩弄得像个傻子一样。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、有成就感？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清楚，大可不必这么费力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别让我去得了。还安排一堆大爷大妈充当假粉丝，你是不是看我这样被你玩弄特别有意思，看我笑话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出尔反尔啊？石小姐，这个我得跟你解释一下。你闭嘴！出尔反尔，要说出尔反尔，没人比得过你吧？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自己的妹妹，不破坏别人的家庭，然而呢，你装模作样让我去假扮你男朋友，这才过了几天啊！怪不得你妹妹会对你说那些话。我在你眼里原来是这样的。你在我眼里是什么样不重要，我现在只是觉得，我帮你就是在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。算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龚总，我感谢你的好心，
帮我出版漫画，投资了这个工作室，但是该还的我都会还给你。今天我们俩就到此为止。至于你要怎么跟家里人解释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也不要再动不动把我叫到你家里去住，我只会觉得很幼稚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李生，停车。停车！医生，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别给我哭，有什么好委屈的？女人就是这样，太情绪化了。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吵架的时候太激烈了。哎呀，现在想想，终于摆脱这个大魔头，倒是一件好事吧。总算是摆脱他了。小念，快上来吧。徐小姐不见了。继续开。不是小老板，生气吵架可以，但你不能因为生气就不管徐小姐安全了呀。真卷车流里面了。他上了白宇的车。啊？您怎么知道？你前段时间调查白宇的时候，给过我他的车牌号。连白宇的车牌号您都能记住？哎呦，我真是服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笑话你的。你和宫欧是因为穆千初才吵得不可开交吧？他太霸道了，安监控，安排粉丝，我跟穆千初说着话呢，就能把我拽走，真是不可理喻。其实我觉得宫总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那么恶劣啊。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你忘了你刚来那会儿他是怎么对你的？我向来都是只对事不对人。我觉得宫总对穆千初的反应完全是正确的。哎，你想想啊，当初穆千初提出让你搬走工作室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呢，师弟会变本加厉的跟你闹。但如果你答应的话，师弟以后也说不定更蹬鼻子上脸欺负你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宫欧出现在你面前，帮你对付穆千初，即使手段粗暴了一些，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对你好，也免了你处处为难，不是吗？你真行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不太恨他了。虽然我还是很生气。也这么晚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谢谢你陪我这么久。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别难过了啊。哎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就可以走进去。好，你早点回去吧。拜拜，慢点啊。路上小心。你也小心。
家，这水晶球都蒙上灰了。那千初，这个送给你。我把这场大雪都装进这个水晶球里了，当做我们一辈子的回忆，好不好？千初，我送你的这一场大雪的回忆，你还记得吗？小念，你还真打算从公公他家里搬出去啊？他家那么大，又有篮球场，又不用你交房租，多好。公公给我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俩奋斗一辈子，都不一定拥有这么大一出版社，可是人家大手一挥就给我了，我可承受不起，我又不能回报他什么，所以不能赖在他家不走。况且他那臭脾气我也受不了，我就死活都得搬出去。喂，白宇，你给咱们工作室接了个新项目，太好了！谁的项目啊？公委托的项目。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不是，那个大魔头的项目哪有那么好接的？真是气死我了你！小念怎么了？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是小念。公公。这个女孩好有气质啊！哦，公，我听说白宇跟你签了一份合同，你要让我们工作室给你承制项目啊？没错，我确实打算让你帮我们做公司线上宣传的短视频。不行不行，我是画漫画的，又不是专业做动画的。我在你的电脑里看到过你几年前做的动画作业。你看我作品啊，那是我动画专业的结课作业，又不是成熟的作品。你让我给你做你公司的宣传短片，我可搞不定啊！我告诉你。石小念，我投资帮你做工作室是有目的的，你要帮我赚钱。那好吧，反正你不怕输，我也不怕。不过，如果我的作品真的能帮助到你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事儿？你在威胁我吗？这算吗？这都是什么资料啊？完全看不懂。小念，你不打算搬走啦？我给他做完宣传片，我再走。毕竟公欧答应了我一个条件。条件？什么条件？你给我说说呗。不能告诉你，我要是告诉你了，那全世界都得知道了。你这张嘴啊，哎，小念，你说公跟那个女的，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啊？那个女孩看着挺有气质的，也挺有教养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俩什么关系，看着好像两个人还挺般配的。哎呀，你快点看资料！你看我干嘛呀？看资料，看资料，这么多呢。公公让我做那个手机宣传片儿，哎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，真的烦死了。你有哪些地方不明白吗？就是那些专用的科技术语，我都看不懂，头都要炸了。我倒是有一个主意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所以，谁给你出的难题，你就找谁帮你解决啊。对呀，那我去找他。
我在逐步取得石小念的信任，效果不错。知道了，你注意不要暴露。对我们恩怡而言，这仅仅是个开始，未来智能手机市场的战斗也刚刚开始。我相信，在大家一致的努力下，会取得比预想更好的成绩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？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散会吧。你以前不吃生菜的呀？现在不挑食啦？是啊，这生菜我都没发现。哎，不过倒也不难吃啊，可能最近石小念做饭比较多吧，吃着吃着就习惯了。我这回回来发现改变还挺多的。唉，没办法不改变啊！想要一个人撑起恩也谈何容易啊，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。我真不知道我哥当年是怎么撑过来的。好啦，我这回回来就会好好帮你的。吃吧。喂，公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在设计的时候会尽量把频率误差降到最低。等一下，你听没听过一个词叫对牛弹琴？我现在就是那头牛。这些听不懂吗？这是最简单的解释方式。你觉得一头牛能听懂频率误差吗？很简单，频率误差的意思就是信号发射机发出的实际频率和预期频率的差值。你现在不是对牛弹琴，是鸡同鸭讲。我真的听不明白，你能不能多多少少在这些像说明书一样生硬的词汇里融入一点感情，一点感性，让人理解一些，我好画出来。石小念，以前我觉得你脑子笨是我的不对，可是今天你真的是蠢的超出了我的想象啊！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刷新你的智商下限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这个，蠢死了你！你看，我画漫画的时候会画一个角色，然后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这个角色里，就能有灵感了。你在制作程序的时候也是投入情感的。都说作品是自己的孩子，那你对这个孩子总有制作的初衷吧？你就给我讲讲这个。我没有过这种体验。写代码需要什么感情的代入吗？只是越写越开心而已。科技和画画是不同的。科技需要的是严谨的态度、技术和精确的表达，不需要什么情感的代入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讲这些你也不懂。那咱们换一个思路，你就给我讲讲你这手机跟别人家手机有什么区别，有什么新功能，是哪儿好？在新功能上，主要体现在手机如果遇到频率误差突然变大的时候，会有什么影响？你的信号可能会受到影响啊，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接电话，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移动网络。就是这句话。哎呀，你终于说明白了。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你们的手机可以让信号变好。你看看，你刚才一直都不会表达，你应该重新学一学说话。自己笨，还怪我？我笨还是你不会讲啊？小老板早。7点多。
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把你腿干麻了？闭嘴！哎，早。早什么早？起来工作。那我先去洗把脸。我需要跟你解释吗？不需要，很明显。出去。不明显。喂。今天见了几位股东，他们没有特别的偏向什么宣传方案，也没有偏向你或者陈总，只是你新上任不久，大家都属于观望状态。如果我们能拿出东西来，他们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手机就要上线了，公欧，我们的时间真的非常紧张。我知道。我不是不信任小念，就是有些担心。如果这回你的效果不佳，那咱们想要完成你要的改变就会更难。这一次也称得上背水一战了。我相信石小念，虽然他做出来的东西比较幼稚，但我们不一定会输。如果不赌他一把，就一定会输。OK， 我相信你的判断。薛总那边我也会去打招呼，他是个商人，什么让他赚钱他就会做什么，我相信他说得通。别走来走去的了，我按照你的想法，我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。要不然咱们先放出去看看效果。也可以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还没修改完呢。你不是说先放上去看看效果吗？不放怎么看效果呀？那你也不能直接发微博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如果效果哪里不好，我们及时调整。好了，做了一天的视频了，脑子累坏了吧？下去换换脑子吧。换什么脑子啊？公公，我真的很担心我那短片做的不好。转发量多少啊？我看一下。丸子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差劲？我以前找不到好工作，漫画也不被人看中，就连好不容易出版的都给泡汤了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运气不好，可是我现在觉得，其实我自己真的……哎呀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可是咱们学校画的最好、最有灵气的，现在你的照片都还挂在考前美术班的大白墙上呢。你要是画的不好，你不是说我们都是弱智的吗？好了，不就是转发量不好吗？大不了我帮你找个代刷数据的。怎么了你？抽什么风啊你？被转发了！哎，我们被转发了！哎，我们的微博被转了，我们被一个特别有名的测评科技的大号给转发了我们微博，你快去看啊！哎，太好了，被转了，被打了。你怎么这么蠢？哎，米生，早，小老板呢？哦，一早出去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那我跟他电话说吧。从昨天晚上10点53分开始，
网络上出现了高频率的转发和得到部分人群的关注，而经过对这些转发人群的分析，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要争取的客户群。公，从这些数据上来看，陈柏负责的线下宣传确实比我们的效果要好。我现在有点事情，等下回给你。嗯，好。怎么了？原来这个女孩跟他一起工作啊？啊？那她也是恩义的人。米生，就前几天在这儿住，还跟公公一起工作的那个女孩，你认识吗？你说莫娜女神？嗯。她是小老板的什么？反正他俩就从小在一起长大，很有默契。那就算是青梅竹马。也不是，比青梅竹马这一层要更深一层。更深一层？比青梅竹马更深一层，那就是女朋友。公公这种面瘫脸、龟毛性格，还能有女朋友啊？不是，也不是女朋友，至少目前还不是。怎么说呢？他俩呀，就是那种超越了男女感情，达到灵魂契合的存在。他们俩是挺般配的。是，莫娜女神特别优秀，跟小老板不相上下，而且还毕业于普林斯顿，真正的白富美。白富美啊？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白富美。人家是白富美，我是土拨鼠，真羡慕他们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哎，回来了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干嘛？庆祝啊！就是，小老板，你和莫娜女神这场反击仗打得这么漂亮，那我们不得给你们摇旗呐喊？我们石小念也费了很大的力，好不好？那不是因为我们小老板跟莫娜女神配合的好。哎，你们快来坐这边。坐吧。我们来先庆祝一下吧。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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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开动吧。吃吧。哎，石小念，蛋炒饭呢？啊，今天咱们一起吃火锅，多有气氛啊！不是庆祝吗？好，我这就去拿。做好了没给你端来。吃吧。来，蛋炒饭来了。听公欧说你做的蛋炒饭特别好吃，一直想尝尝。哦，那我给你拨一些，你尝尝，多吃点。谢谢。就吃这些就行。真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真是的，对仙女照顾有加，对我就那么霸道无理。算了，谁让莫娜那么好看还优秀？哎。当当当，他们人呢？他们都回去了。小念，这是我泡的山楂麦芽茶，可以用来消油解腻，你尝尝。谢谢风小姐。叫我莫娜就好了。真好喝。谢谢你们今天为我们准备的庆功宴。哎，没什么，也不麻烦，正好大家可以在一起聚一聚。我这次回来，发现公欧身边多了很多新朋友，真为他高兴。公欧以前不爱和人打交道，总是沉迷于在自己的科技世界里，只有公寓哥在的时候，才能真正读懂他的内心。原来这个大魔头还有这样的一面。小的时候他跟我说过，
长大后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。那时候我还嘲笑过他，没想到他的梦想还真的实现了。宫欧的脾气虽然很差，可是他对梦想真的很执着。那个时候我就决定，我要好好努力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帮到他。虽然现在还不确定是否能真的走进他的内心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回个邮件。哦，你先忙。宫欧这样的大魔头，原来在莫娜的心里有这么非凡的存在。莫娜长得好看，还有能力，最重要的是她很喜欢宫欧，两个人看上去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失落，可我还是很为宫欧高兴的。吓死我了你！你干嘛？别动，规规矩矩，肯定有事求我。说。上次你们公司那个手机宣传短片，虽然最后用的是你们的视频，但是我也有费力查资料什么的，我很辛苦呀。你想表达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上回答应我那个条件，你还记得吧？能兑现吗？看在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答应你喽，继续兑现吧。真的？哎，你刚刚说那个条件是什么？哦，就是我想把工作室楼下的2个车位给师弟，因为我又没有车，留着站着也都是浪费。不行，绝不答应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我求求你了，我以后一定学动画制作，学科技名词，我会努力。求我也没用，这是你的工作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不答应不行，不可以走。石小丽，你干什么？我不让你走，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不可以走了。疯了吧？你快点答应我，答应我呀！答应我吧，我不让你走，我告诉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答应了？嗯。那你得点头，你的点头怎么算数？答应你。不行，你这个人点头之后有可能还反悔的，你得给我盖章，记长。盖什么章啊？记长，快点，记长。哎呀，你同意了。喂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千初，莫先生，你好。是这样的，那天我跟宫欧商量了一下，工作室楼下那个车位我自己也用不上，所以他同意给师弟了。啊，是这样吗？那太好了。我该怎么感谢你呢？没必要这么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千初，给你买了喜欢的水果。小弟回来了吧？那咱们就不说了，拜拜。跟谁打电话呢？啊，房思明跟我聊点工作上的事情。你买了水果是吗？我正想吃呢。走。走。哎。和莫娜谈恋爱。对呀，这是手机上的要看，大家都知道了现在。怎么了？听说龚总跟莫娜谈恋爱了，朋友圈都传开了。真是啊！让你放出去的消息办得怎么样了？基本上人尽皆知了。这么快？是的。哎，老陈，我跟你说，
公司现在都炸了，都说宫欧和风莫娜谈恋爱了，真的假的？回去做一下交接工作吧。去美国培训的人选，就定你了。谢谢陈总，那我先去忙了。我对我们公司接下来这个项目其实还蛮有兴趣的。我们只要抓住了 NE 的核心科技，我觉得资金啊、投资啊都不是问题。我觉得也是，这个项目我们可以考虑一下。考虑一下。项目介绍给我看一下。预付费用还不错呀，570万会不会太少了？考虑一下吧。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芒果布丁，你们尝一下。用的新鲜的芒果，没有添加剂的那种。谢谢。如果我们加入的话，可能会更多一些。我觉得还是那一点，只要抓住了核心科技，我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小念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没事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拜拜。不等他们了吗？他们两个上厕所了，慢点，咱们先上去。这边，那两个座位挨着的。小念，你搞什么？给你们制造机会。哎，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哦，我去给你们买2杯，买1杯，插2根管一起。石小念，我去就回来。千初，电话。你拿给我一下。哦。谢谢。你想想看，你跟石小念的事情，我可以帮你隐瞒一时。可是万一人多嘴杂，别说事业了，你会连千初都保不住的。所以你带千初离开，才有可能彻底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。小迪，千初，来尝尝我给你做的鸡汤。今天这么忙，还想着给我送鸡汤啊？我担心你的身体嘛，阿姨都说了，你最近瘦了，我得想办法好好给你补补啊。很好喝。千初，
我有一个想法，想了挺长时间了。你说啊，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跟我说。我在想，咱们结婚以后，是不是应该定居国外啊？毕竟国外更有利于你的身体恢复。小迪啊，你怎么突然想起出国来了？你不是说要打算好好做影视公司吗？医生都说了，后3年是你恢复的关键期。虽然集团的事情很重要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身体嘛。小迪啊，出国这件事对我来说，还是有点太突然了。我现在没办法给你什么答复，要不然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，好吗？方叔，哎，乔，来坐。哎呀，有日子没见了啊。是啊，方叔，今后我一定多抽时间来看你。最近公司怎么样？听娜娜说你们俩合作打了一个漂亮仗。是啊，这次多亏了娜娜有惊无险，不然我现在还在焦头烂额呢。喝茶。哎呀，娜娜是我的女儿，万般都好，尤其在工作能力上不输我当年的劲头。可是，在个人感情问题上，女孩子嘛，总有些矜持。作为长辈，我今天让你来，就是有话要跟你说的。小欧，我也算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的秉性我非常了解。你跟娜娜一起长大，各方面再合适不过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娜娜这么多年不乏追求者，可她的眼里心里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小欧，娜娜是我女儿，从感情上，我比任何人都在乎她的感受。作为长辈，今天我厚着脸皮提出来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对娜娜到底是个什么态度？峰叔，其实我一直把娜娜当做我最好的朋友。小欧，我不会为难你，我也尊重你的选择。可是今天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娜娜这么优秀和善良的女孩子，一旦错过了，就很难再找到。关注健康，小姐。对不起啊，我试的是为你推荐卡。闭嘴。小欧，既然我厚着脸皮提出来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对娜娜到底是个什么态度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？干什么？我找你有事儿。我不走，我是他合伙人。兄弟，你从这儿搬出去，有什么损失我来负责。我为什么要把我工作室搬走啊？我是来通知你的，不是来跟你商量的。我会给你找新工作室的地址，你只需要搬过去就行了。迁出那边我会给一个理由，你就当帮我这个忙吧。这是我的工作室，还由不得你在这里说搬不搬。
好了好了，可以停车了。米生，停车。你少吓我啊！这次我绝对不停车。喂，公，你们很不讲道理。车是你自己上的，又不是我强迫你。公欧，龚总，好老板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想去哪儿啊？我本来是想回工作室工作的，结果不是被纠缠，就是被……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回我工作室画画吧。白宇现在就在工作室，你就这么愿意和他待在一起啊？你想什么呢？他就是我同事。早晚我会让他滚蛋。你要让他走，那我也不干了。你要是敢动白宇，我就跟你没完。好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明天就让他辞职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小念，我往你房间换了新的花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你送我的都喜欢，但这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不用浪费鲜花了，他没什么审美品味。你才没有审美品味呢，菜鸟。